比亚迪的4S店中庸之宝是真坑人，质量别的海豚。半年前电池包磕了一个坑，来看一下，电池包里边都没事，但是4S店说是人为损坏，取消质保。现在这辆车上不了8店，4S店要让车主花好几万块钱换整个电池包，车主不愿意啊，把车拖回来让我们给他修一下。我们读了一下故障码，发现报的是预充失败故障，就是电池包里边出了问题。拆开电池包，拆开电池包的配电总成。这个是电池包的 BDU 配电总成，这个是预充电组，我们测量一下组大小，200欧没问题。这个是保险丝已经断开了，坏了，这个接触器没问题，所以我们只需要更换一个新的保险丝就能把问题处理好。更换保险丝，把 BDU 装回去，把电池包装好，车可以正常开了。再吐槽一下海豚电池包，这个电池包属于冷媒冷却，冷却效果不太好。而且这个刀片池呢是个整体灌的胶，如果换一片电池，只能换整个电池包。电池和底壳之间是用胶粘死的，根本拆不开。但凡换了一个电芯，你得花几万块钱换整个电池包。这就尴尬了，在成都车展，比亚迪自己搭的台子表演越野爬坡，结果第一次没爬上去，又再现了前轱辘猛转，后轱辘不转的经典名场面。当时的司机估计都要哭了，怎么自己人搭的台子都这么难爬？严重怀疑有内鬼，还好第二次留了个心眼，空出一段距离，加速一下后顺利爬坡成功。只能说大力有时候真能出奇迹，硬要越野的名字更响了。国内有很多人热衷拿这个仰望 U8 去拔河，开始牧马人角斗是变速箱拉爆了，看来还是电机比变速箱靠谱点。这是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仰望和陕汽德龙的拔河比赛，两车的马力和扭矩相差很大，而且车重差距也很大。一开始是仰望一直拉着德龙走，此时的德龙也被拉冒烟了。如果这样看的龙还是挺吃力的，仰望看着挺轻松，毫无压力。该不会是德龙司机放水了吧？故意给仰望点面子，突然德龙发力，又把仰望拖回去了。咱就说一个拉客的，能干过拉货的，那岂不是要闹天大的笑话？为什么仰望拔河几乎每次轮胎都冒烟？是轮胎问题还是马力大的问题？最终日产途乐纹丝不动轻而易举拿下，仰望1000多匹马力，连途乐多拉不过，太虚了吧？劳斯莱斯挑战仰望拔河，仰望踩着油门让劳斯莱斯随便拉，不管怎么踩油门就是纹丝不动。别看你价格贵，拔河这一块你绝对是地中海定，猛禽齐步领先，各种数据都不如仰望。电车要是后备箱加上配重，估计仰望就不是对手了。别看体积怪大，输了比赛也挺丢人的。像是货车起步3点头，别看体积庞大拉的货多，轮拔河和赛跑都不如仰望。如果货车拉满货，仰望是否还能拉动货车？只是画面有点搞笑，两车差点追尾，司机同时起步规避风险，奔驰大 G 与仰望拔河毫无招架之力。看地上飞起的尘土，你就知道电动车瞬间爆发力有多强。注意看，仰望起步就是输，挖掘机毫无费力地拉着仰望走。仰望不管行不行，气势很足，烟雾四起。日产途乐不费9牛2虎之力拿捏仰望，看数据，途乐各项都不如仰望，这肯定是司机技术问题了吧？这是两辆对标车型之间的对抗。这也是我见过仰望被完虐最狼狈的一次，被坦克700拉着跑。今天坦克告诉你做人要低调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这辆帕杰罗自信过头了，也不看自己啥数据，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，自取其辱。我发现仰望只要一拔河，轮胎必须冒烟，这就是成功的炫耀嘛？这是谁给的仰望自信？居然敢和坦克880合，要是两辆车都拉不过你，岂不是长城再也抬不起头了？仰望此操作也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坦克500跨级别与仰望拔河比赛，刚起步仰望就摇头晃脑的使劲拉，轮胎都快磨平了，也没能拉动坦克500，最终还是惜败于坦克，被拉出去几米远。万豪车输得太没面子了。霸王龙真的对得起这个名字，起步瞬间真猛，仰望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霸王龙拉跑了。别看仰望数据好，真不如霸王龙的司机技术好。仰望与悍马海边沙地拔河，这哪是拔河呀？明明就是刨坑埋自己，最终还是平局收场。两车之间谁强谁弱，大家肯定一目了然吧。仰望还是怀有能赢的心，要挑战一把。最终结果是装载机一动不动，仰望原地踏步走，烧胎。有时候在实力面前，技术也是不靠谱的。你看路虎起步拿捏，仰望最终还是败给车辆的性能，这是在越野界找不到对手了，开始对家族内的车辆下手了。双堂数据远超仰望，仰望真是自信过头了。
居然瞧不起自家小老弟，仰望与仰望之间的争斗，也是司机与司机之间的斗争，车辆参数都一样。这时就看个人技术了，谁赢谁脸上有光，谁输谁拉仇恨。仰望想在唐身上丢失的面子，在方程豹身上找回来，同时也挑战2辆方程豹，结果结局也是一样，被方程豹拉得呼呼跑，真是既吃不记打，一点尊严也不要。我干了得有10年二手车了，兄弟们，我往少说啊，我卖的车就最少5000台差不多，我往少说我得卖3000台车了。但是我始终想不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你说现在车价降的，咱都说无所谓啊，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比亚迪这款车为什么这么多人买。我刚做二手车的时候，10年前我买过就比亚迪的车，有一台算一台，反光镜那儿都超过5年的比亚迪就是会掉漆。这些合资车，比如说大众、丰田、本田这些合资车，他们都不上锈，他们都防锈。比亚迪的车就是个个上锈，尤其冬天我们东北下雪下雨了之后，那个底盘5、6年的车，就10年的车，那比亚迪能给你锈漏了。锈穿知道啥意思不？你的车好好的开10年，后备箱能漏。我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比亚迪会卖这么好。现在尤其新能源一出了，就是我个人啊，可能我个人的偏见，我他妈对比亚迪一点都没有好感。但是兄弟们啊，你看这个销量榜，它这个销量榜上，我就他妈理解不了，我就真一点都理解不了。那他妈比亚迪一个月卖30万台、40万台，销量高的时候，秦 L 刚出的时候卖他妈40万台一个月，那是咋回事啊？我都有点整不明白呢，我就始终想不通。你看着啊，看这个销量榜，第一是 Model Y， 第二还有比亚迪的，秦 L 比亚迪的。元 Plus 比亚迪的，第7名秦 Plus 比亚迪的，海豹06比亚迪的，宋 Plus DM 还是比亚迪的，第12、第13、第14全是他妈比亚迪。就这款车的质量啊，就是真是不想再多说什么这款车的质量，但是唯独就这个价格，可能咱们大家伙现在如今的车价掉成这个样，可能咱们都要谢谢比亚迪。我个人来讲，我是最讨厌比亚迪这款车的，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推荐兄弟们啊，10万以内的新能源，首选比亚迪。真他妈理解不了，就现在真理解不了。这东西咋说呢？就相当于如今的拼夕夕跟某东似的。你们都知道某东上面的质量好是不？某东上边肯定是比拼夕夕的质量好，但是现在拼夕夕的体量是某东的3倍。但是你说它质量做的好有用吗？它不还是得价格淡吗？你说现在这个社会啊，就是便宜比你质量好还好使，那他妈造的都破玩意儿啊，真他妈理解不了。在互联网上你会发现很多人都说国产车好，其他车都是垃圾。说白了来讲的话，不还是因为道德绑架吗？你要说国产车差，很多人都不同意，说你不爱国，说你怎么地的。但实际上咱们跟人家其实还是有差距的。你就是现在国产车技术在先进，确实进步了很多，那它跟合资车还是有差距的。人家可能说几十年前这个技术已经研究成功了，而且一直没有研发，国产车突然研发到这点了，你就说一下子赶超了几十年的技术，那根本就不可能。咱们不谈说国产车和合资车乃至进口车好与坏，咱就说国产车的缺点，你看你们能不能接受？不知道你们遇没遇到这种情况。你开着国产车要上修配厂修车的话，很多修车工人都特别的挠头，甚至来讲的话，可以说同样价格哥都不愿意去修你那个车。首先找你那车的故障率就很难，有的时候根本就找不着1个小时、2个小时发现不了问题的根本所在。你要是换成合资车来讲的话，一眼人就能看出来。特别是什么大众啦、丰田啦，这些市场上保有量多的、临床经验丰富的，有的甚至连听声音就知道你这个车啥毛病。但是相反，你要买个国产车，你试试，你到修配厂之后，基本上工时费的话就应该很贵。都说这个法国车设计多少有点反人类，但你知不知道某些国产品牌它的设计更让修理厂的工人哭笑不得。甚至来讲的话，为啥说很多人都不愿意修国产车？明明是发动机有个小毛病，不用拆就能修好，但是国产车必须把发动机抬起来。有的来讲的话，螺丝设计的根本就是说为了糊弄，眼花缭乱，骗那些不懂的人，拧的是7拧8歪。所以就有很多修理工一看到国产车，特别是它螺丝的摆放的时候，都感觉比较头疼。有的螺丝基本上几年就锈死了，用螺丝松动剂根本就拧不下来。这是实话吧？你问问你身边朋友开国产车的，特别是那些底盘没有护甲的，是不是几年就锈迹斑斑？而且还有很多国产车施工工艺明明就不行，非得说自己的施工工艺非常好。咱就拿比亚迪做比方，没有任何诋毁的意思啊。比亚迪某款车型在半年前出了新款，半年后又出了新款。什么叫频繁的出新款？不是说卖得非常好，供不应求，而是因为如果你出新款的话，上一款的故障率可以称之为老麻烦，或者来讲的话，上一款的故障率你可以称之为它的通病。
所以说国产车更新过快是优点，我看未必你更新的过快，老百姓买的车就变成老款了。简单的说可以说赔钱，如果复杂点的说，那你那款车的话，如果发生故障率，可以说那是过去式了，那修起来相当困难了。这位修理人员表示我肩上扛的这个东西，我说它是电池，你敢相信吗？我们从这个电池包上拆下来的这个电池，但凡里面有一片坏掉了，都建议更换整包电池。为什么要更换整包？第一，它上盖全是用铝，一拆全部变形了。第一，拆上盖全部都是胶，所有的刀片电池你看到没有？上面底下包括它用电子底壳，它是不是也紧紧的全部用胶粘在一起了？也就是说出厂的时候他就没有想过让你维修这个车，没有办法，本身我们真的也不愿意修，因为车主还是想省一点钱，买过来才1年多的时间，刀片电池就坏掉了，现在是卖也卖不掉，更换整包价格很高很高。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，最后算下来，我们拆下来有32片刀片电池损坏，也就是绝缘出了不少。你想象一下，看这一个刀片电子，但凡算200块钱一块，里面差不多就要6000块钱的成本，而且还不包含拆装费、工时费。那说实话，就算这样换上去，你认为这个寿命又会有很长的时间吗？那你认为这个刀片电池设计出来的时候，到底合不合理呢？今天跑遍了所有的保险公司啊，那我这台新买的车呢，还是上不了保险，只能买一个交强。那保险公司给拒保的理由是什么呢？电动车属于高风险车系，现在保险公司管控。那我就想问你，你为了管控，你是不是要把所有的电车都拒之门外呢？现在国家正在大力的推行电动车的普及，还有补贴，你们却在这里做梗。那极个别的燃烧，像很多网友说的自燃事故，那是0.00001，你不能为那里0.001一竿子打翻了99.99%吧？现在像大数据这么发达，你们完全可以根据驾驶员的驾驶习惯，对吧？像我们这种20年没有事故、没有交通事故的人，那是不是应该可以承保？所以说真的为老百姓考虑一下，真的关心一下老百姓的出行问题。像这个车新买了不能上路，没有保险，我现在买了这台车不能开，我有地方退吗？所以的话，希望各大保险公司的老总真的能看一看啊，银保监会呢真的督促一下，把这个新能源电车的保险问题呢尽快的解决。太难。可以看出，电动汽车的使用成本开始悄然上涨，大家可能还没注意到，但这些小惊喜已经在路上了。首先是年检这事儿吧，现在还没到花式难度的级别，不过随着规定的出台，这个关卡即将升级。再有就是保费，电动车的保费可是比燃油车要豪气得多，看样子短时间内也不会降下来。而且随着电动车越来越多，未来还有更多意外惊喜等着我们。先聊聊年检吧。从2025年3月1日起，电动汽车将迎来专业年检，专门针对电动车的安全检测标准终于要来了。动力蓄电池将成为重头戏，驱动电机、电控系统以及用电安全这些关键点也不会被落下。截止到2024年6月底，全国已经有2472万辆电动车上路，电动车起火、失控等事故开始多了起来，安全问题越来越让人头大。于是，年检这个侦探就应运而生，通过它可以提前发现电池的坏脾气，避免大事发生。德邦证券算了笔账，这个检测市场可能有100亿元的大蛋糕在等着分，而西部证券觉得市场空间可能更大，有150亿到225亿元。最终买单的呢，当然是我们这些可爱的车主，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检测设备和服务的费用不会从天上掉下来，他们也是要赚钱的吗？再来说说保费，大家是不是觉得电动汽车的保费有点贵族气质？8月29日，中国人保发布会上，人保财险的总裁就明确表示，新能源汽车的出险率比燃油车高多了，所以保费当然也就水涨船高了。根据统计，2023年新能源车险的平均保费是4003元，比燃油车贵了快1倍。东吴证券还预测，2024年这个数字可能涨到5001元。不少车主已经感受到这涨价浪潮，有网友就抱怨，2023年我的新能源车保费是3900元，结果2024年一下涨到6200元，我车子可没出过险啊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原因很简单，第一，动力电池娇贵，一旦坏了要换整块，那可是巨资。第二，电动车的智能化和模块化特点明显，坏了就得整块换，维修费怎么能不高？第三，电动车用作网约车的比例也高，这些车型的保费定价就更高，连累了私家车主。除了年检和保费，未来电动车可能还要面对更多突如其来的新增成本。比如，随着电动车越来越多，养路费这事儿可能就躲不过去了。再比如，现在1箱油的价钱里一半是税费，那么将来电动汽车充电的电费会不会也飞起来？还有免购置税和大城市的绿牌免费政策，这些福利能撑多久？要知道，各地的财政可都紧张得很。目前为止，电动汽车的真实使用成本还没完全浮出水面，因为燃油车帮他们撑腰了不少。但未来某一天，当电动车的江湖地位足够高了，他们也得自己扛起大旗。毕竟，一个真正有理想的行业，不能总指望补贴吧。